大家好，我是思文。最近飞机出事的新闻有点多，尤其是去年24年年末的时候，2024年12月19号晚上，挪威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800客机在机场降落的时候滑出了跑道，差点冲进了大海，最终在距离海岸只有15米的地方停住了。飞机上的所有人员都被安全疏散了，目前没有人员伤亡。2024年12月25号，阿塞拜疆航空公司的一架 ERG190号客机从阿塞拜疆飞往俄罗斯的过程中，在哈萨克斯坦阿克套国际机场附近坠毁了。飞机上一共有62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其中38人遇难，29人幸存。2024年12月28号晚上，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800客机从挪威奥斯陆起飞后不久就发生了液压故障，飞机不得不紧急迫降。在滑行的过程中，飞机不受控制的向右滑行，最后冲出了跑道。好在有草地，飞机上的182人都很安全，没有人员伤亡。同样是28号晚上，加拿大快运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在着陆时，飞机左侧的主起落架故障没能打开，飞机在跑道滑行的过程中起火，导致有乘客受轻伤。2024年12月29号，韩国济州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800客机从曼谷返回韩国时，在韩国西南部的雾安国际机场降落的过程中撞到了一只鸟。随后这架飞机在没有使用机轮和其他起落装置的情况下着陆，滑行了一段时间后，飞机最后撞上了跑道尽头一个非常坚固的4米高的障碍物。飞机上一共有181人，其中179人遇难，只有2名坐在机尾的机组人员生还。10天之内就发生了5起事故，其中最严重的就是韩国这起空难事件。说实话，我看了当时飞机从滑行到它撞到墙爆炸的整个过程，作为一个经常坐飞机的人，我完全能体会到当时飞机上的人有多绝望。其实这场事故让很多人不明白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机场的跑道末端为什么会有一堵墙在那儿。虽说飞机着陆的时候并没有用到机轮，但是它在滑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机身并没有受到很严重的损坏，大量人员丧生的原因也并不是降落本身，而是因为飞机撞上了跑道尽头这个非常坚固的障碍物。飞机的结构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坚固，不是那么抗撞的。现在大部分飞机的外壳通常都是铝合金制成的，像起落架附近或者机根部这些很容易受力的地方，外壳的厚度大概是5到6毫米，而像机身这种普通区域的外壳厚度只有2到3毫米，非常薄。因为为了飞行效率，设计上必须轻量化，所以根据国际民航组织的航空管理机构标准，在跑道附近的所有灯塔、导航设备、围栏等一系列设施，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也应该设计成易碎结构的，就是这些设施在受到冲击时应该立刻破碎或者倒塌，尽量减少对飞机和乘客的2次伤害。然后跑道的尽头有一块开放区域，叫跑道端安全区。这块区域正常来说不应该有任何障碍物，它就是为了防止飞机冲出跑道的时候帮助飞机减速的，或者可以放一些缓冲物在这块。而在韩国的这次空难中，跑道尽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像墙一样的障碍物呢？飞行员知不知道跑道尽头有这样一堵墙呢？如果没有这堵墙，这次的空难就不一定会发生，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大家还记得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吗？我第一次坐飞机大概是在10年前，当时很激动特意选了一个靠窗户的座位。但是当我透过窗户往下看的时候，心里确实有点害怕了，心里会想，这东西飞这么高，能安全吗？当然后来坐多了之后也就习惯了。而且每次飞机起飞之前，空乘人员都会跟我们说，安全带要怎么系，救生衣要怎么穿，氧气面罩掉下来之后我们该怎么戴。前几次我都听得非常认真，但是坐多了之后也就觉得无所谓了，不就是一个形式吗？包括咱们座位前面的这个安全须知，我想大家应该没有几个人认真看过它。但其实这个安全须知里列出来的每一项背后都有一个惨痛的教训。1931年3月31号，一架福克 F10 3引擎客机从堪萨斯城出发不久之后就解体坠毁了，飞机上的8名乘客全部遇难，其中还包括了当时美国最有名的大学橄榄球教练克努特·罗克尼。后来调查发现，这场事故的根本原因是飞机机翼的材料问题，它的机翼是木质材料，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经常暴露在湿气的环境下，再加上维护不当，所以出现了腐烂和老化的情况。在飞机飞行的过程中，飞机右侧的机翼在空中断裂了，最终导致飞机失控坠毁。这次事件对于当时的航空业来说打击非常大，为了挽回飞机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各国的航空管理部门开始陆续的淘汰木质结构的飞机，转向了更可靠的金属结构飞机。其实在这场事故之前工程师就尝试过用钢铁造飞机，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钢铁造出来的飞机虽然说很结实，但是太沉了，不太好操作。后来到了1910年，德国的飞机工程师雨果·荣克斯注意到了一种刚刚发明不久的金属，也就是铝合金。于是他开始用铝合金设计飞机，这就是他当时设计的全金属飞机荣克斯 F13。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架全金属的客机。虽然它上面只能坐4个人，但是它各方面表现的都特别好，在当时非常受欢迎。
在1920年前后，它的运输量占到了全球的40%以上。所以从这以后，铝合金在飞机制造业就慢慢的取代了其他金属。在当时，铝合金也被叫做会飞的金属。飞机外部材料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与此同时，飞机内部又出现了很多问题。我现在手里拿的就是一个飞机上的安全带。飞机上的这个安全带属于2点式的安全带，主要是用来固定我们腰部的。一般我们在飞机起飞和降落的时候都知道要系好安全带。如果是飞行期间，飞机遇到气流出现颠簸的情况下，我们头顶上方的安全带指示灯就会亮起，这个时候大家也要系好安全带。但是大家也不能完全看这个安全带指示灯的状态。如果安全带指示灯是熄灭的状态，并不代表我们就不需要系安全带了，只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客舱里走动，比方说去个洗手间，或者站起来拿个行李等等。所以我建议大家也不要嫌麻烦，从我们上飞机坐下来的那一刻开始，大家就老老实实把安全带系好，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也不要打开它。我们作为乘客要记住一点，飞机在10000米高空之上，随时可能出现各种情况，比方说严重的颠簸，甚至是失压。遇到这种情况，关键时刻安全带真的能救命。1988年4月28号，阿罗哈航空的一架波音737-200客机计划是从夏威夷希洛国际机场飞往檀香山。飞机上有89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在起飞和爬升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异常情况。但是23分钟之后，飞机爬升到7300米左右的时候，飞机前端左侧的机身突然撕裂，机舱瞬间失压，导致从驾驶室到机翼附近，也就是头等舱这块的上半部分飞机外壳全部撕裂，机头和机身随时都有可能解体。在失压的瞬间，58岁的乘务长克拉贝尔·兰辛正在过道回收乘客的杯子，所以他当时没有任何手段固定住自己，一下就被气流吸出舱外了，至今下落不明。而且驾驶室的门也裂开了。机长说回头就可以看到头等舱上方的蓝天。就在这种情况下，机长立刻转到附近的机场开始紧急迫降。在迫降过程中，左侧发动机也发生了故障，机组人员也没办法确定起落架有没有正常放下。事故发生大约13分钟后，飞机安全降落在了机场的跑道上。飞机严重损毁，已经无法修复了，所以当场被拆解注销了。而奇迹的是，这次事件只有1人死亡，其余人员全部生还。后来调查发现，机身撕裂的原因是因为金属老化。这个飞机的机龄超过19年，实际飞行次数远超当时设计的飞行次数，而且它还主要是在热带海洋环境中飞行，长期暴露在高盐度、高湿度的环境下，机身受腐蚀的速度就更快了。再加上航空公司对飞机维护检查的不够细致，没检查出机身潜在的问题，才导致了这次的事故。那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能够保证我们安全的就是这个安全带了。但其实最早的时候人们并没有在意安全带在飞机上的用处。安全带最开始是装在汽车上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肩腰一体的3点式安全带。后来到了1912年出了一次事故，人们才意识到飞机上也应该装上安全带。1992年7月1号，历史上的第一位飞越英吉利海峡的女飞行员哈利特·奎比在一次空中表演中意外丧生了。当天她参加了马赛诸塞州波士顿的一场飞行表演，当时她坐的飞机是一架单翼双座型飞机，旁边还坐了一个人，叫威廉·威拉德，也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飞机飞到大概300多米的时候，突然发生了翻转。由于当时的飞机没有安全带，所以他跟威拉德2个人都被甩出去了，最后都摔死了。从这以后，飞机设计师才意识到必须要把飞行员和乘客固定在座位上，所以安全带慢慢的就彻底跟驾驶舱和乘客的座椅绑定了。其实早期的安全带一点都不好用，大多数都是布料的，而且弹性很差，有时候还拉不出来。像我们现代飞机用的这种安全带，其实都是涤纶还有尼龙这种阻燃材料做的，它有一定的弹性，而且可以随意拉伸。最主要我们单手其实就能打开它，非常的方便啊。但其实飞机上如果光有这种硬件保护措施还完全不够，我们还要学会一些防护技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萨利机长》？这个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当时这架飞机也是遭遇了鸟击，导致2个发动机全都故障了。因为没有办法飞到最近的机场了，所以最后机长被迫降落到了纽约的哈德逊河上。机长的这个操作也让飞机上的155个人全都活了下来。其实在飞机落水之前，机组人员就告诉乘客要做好防撞击的准备了。那这个防撞击的姿势是什么样的呢？首先我们要把双腿收紧，然后身体向前弯曲，用头顶住前面的座椅靠背，双手叠在一起抱住头部。如果是坐在第一排的人，前面没有座椅靠背的话，那就需要用双手抓住自己的脚踝，或者抱住双腿。就是这么一个看似很简单的姿势，其实背后也有一场事故教训。
1989年1月8号，英伦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400客机因为发动机故障坠毁在了高速公路旁边。飞机上的126个人里面，39个人当场死亡，8人因为后来伤势过重死亡，剩下79个活着的人里面，5个人轻伤，其余全是重伤。后来在调查中发现，很多乘客的头部和腿部都受到了很严重的撞击，大部分人当时的姿势都是用双手去抓前面的座椅靠背，然后把腿往前伸，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头部直接暴露出来，而且腿也可能会撞到其他东西，造成额外伤害。如果他们当时能做出正确的自我防护姿势，结果可能会完全不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撞击的时候双手一定要护住头，腿一定要向后收紧。但说是这么说希望大家永远不要用到这个姿势。其实现在大家出门，无论是坐高铁也好，还是坐飞机也好，大家好像都有了一个共识，就是不能抽烟。无论是普通的烟还是电子烟，在车厢或者机舱内都不能抽。如果有人敢偷抽被发现的话，轻者罚款，严重的会被列入失信者名单。飞机上就更严重了，在飞机上抽烟属于是违法行为，可能会被拘留。但其实民航在早期发展阶段的时候，飞机上并没有禁烟，因为那个时候正好也是烟草行业的鼎盛时期，而且那时候的人也都不知道抽烟是对人体有害的，所以抽烟在当时的社会上非常普遍，甚至机长在驾驶舱里也都可以抽。航空公司有时候还会主动给乘客提供香烟。后来到了1964年，美国的公共卫生署首次发布报告，明确了吸烟跟癌症有关系。从此社会上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起了二手烟的危害，航空公司也开始在飞机上设置禁烟区了，但还是可以抽烟的。通常吸烟区都安排在机舱的最后面。再后来，一场因为抽烟引起的空难彻底让民航迎来了全面禁烟的时代。1973年7月11号，巴西里约格朗德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07客机从里约热内卢飞往法国巴黎的途中，厕所起火了。没过多久，整个机舱就烧起来了，最终飞机坠毁在了机场附近的一块空地上。这次事故一共造成了123人死亡，只有11个人活了下来，其中很多人并不是死于坠机，而是死于一氧化碳中毒和吸入的浓烟。后来调查发现，是有人抽完烟把烟头扔在了厕所的垃圾桶里，这才导致了厕所起火。从这次事故之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就开始推动各国的民航全面禁烟了。从1970年代的初步限制到2000年的全面禁止，大概用了30年才完成了全球普及。但是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飞机的厕所门口其实是有个烟灰缸的，不是说不让抽烟吗？那这个烟灰缸是干什么用的呢？其实飞机上的烟雾报警器非常敏感，假如真的有人偷偷在厕所抽烟的话，他只要敢点着，报警器立马就会响。那这个时候机组人员肯定会来阻止他。那抢下来的烟扔哪儿呢？肯定不能扔到厕所的垃圾桶里，因为里面都是纸，很危险，所以就把烟扔到这里面，熄灭之后再把它关上。所以这个烟灰缸并不是让你偷偷抽烟的，而是阻止你抽烟用的。我手上拿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充电宝。其实现在很多人在出行的时候都习惯带上一个充电宝，因为方便给手机充电嘛。但是想要把充电宝带上飞机，其实是有一定要求的。首先，充电宝的额定能量不能超过100瓦时。大家注意是额定能量，不是容量。额定能量等于容量乘以电压除以1000。举个例子，一个2万毫安5伏的充电宝，它的额定能量就是100瓦时。那这个就没超过100瓦时，就是可以直接带上飞机的。如果一个2万毫安的充电宝电压是6伏，那它的额定能量就是120瓦时。虽然这个充电宝也是2万毫安的，但是因为它的额定能量超过了规定的100瓦时，所以根据民航局的规定，额定能量在100瓦时到160瓦时之间的充电宝，要航空公司批准之后才可以带上飞机，而且每个人最多只能带2个充电宝。其次充电宝是不能托运的，因为它里面是锂电池嘛。其实不只是充电宝，像笔记本电脑、平板这些，只要有锂电池的都不能放在货舱托运，除非你能把锂电池拆下来，那剩下的部分你就可以托运了。反正锂电池必须跟着人一起上飞机，因为锂电池这个东西如果放在货舱没人看管的情况下，一旦短路或者过热就很容易起火，不及时处理就会导致火灾。2010年9月3号的时候，UPS 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47飞机从迪拜起飞后不久，因为货舱起火，最后坠毁了。飞机上只有2个人，就是机长和副机长，全部遇难。这个 UPS 其实是一家全球物流公司。后来调查发现这架飞机当时的货舱里装了81000多节锂电池，还有一些其他可以自燃的材料。在飞行的过程中，货舱里的这些锂电池相互挤压，发生了自燃，最终导致了火灾。所以从这起事故之后，民航局对于锂电池或者其他电子产品的运输就有严格要求了。而这里面除了锂电池之外呢，咱们用的手机也会对飞机产生影响。最近这些年坐飞机跟10年前比的话，还真有些变化。10年前我坐飞机的时候，手机是必须要关机的，
但是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不要求关机了，就只要求调到飞行模式就可以了。所以大家可能会跟我一样在想，我们的手机到底会对飞机有哪些影响呢？就拿现在的 5G 网络来说，不同的国家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其中美国的争议是比较大的，美国给出的测试结果是 5G 网络信号会导致飞机上的部分操作系统失效，飞机高度测量不准确等等问题。这时候飞行员就要手动来操作，就会增加出错的风险，尤其是在低能见度的情况下，高度计算出错的话是很危险的。而欧洲和亚洲地区给出的结论是5G 对于航空的干扰风险相对比较低，但是在起飞和降落期间还是会影响飞行员跟地面控制室之间的通信。所以为了安全大家还是该关机就关机，该调飞行模式调飞行模式，尽可能减少对飞机的干扰。我相信很多人坐飞机都喜欢靠窗户，因为能看到外面的风景嘛。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飞机的窗户为什么是椭圆形的呢？为什么不是正方形？为什么不是长方形？为什么不是三角形的呢？其实是为了避免应力集中。方形窗户的4个直角会产生应力集中，说白了就是直角附近的区域承受的压力会比其他地方高很多。飞机在高空飞行的时候，压力如果长时间集中在这些直角附近，就很容易出现裂纹。1955年的时候，英国设计了一款彗星型的客机，这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款喷气式客机，这个飞机就采用了方形窗户的设计。但是这款飞机1年内就发生了4次事故。1953年3月3号，一架彗星客机从巴基斯坦起飞后坠毁了，飞机上的11个人全部遇难。1953年5月2号，一架彗星客机从印度起飞，随后在空中解体坠毁，飞机上的43个人全部遇难。1954年1月10号，一架彗星客机从罗马起飞，飞机飞到地中海上空的时候发生了爆炸解体，飞机上的29名乘客还有6名机组人员无人生还。1954年4月8号，一架彗星客机还是从罗马起飞，还是飞到地中海上空的时候发生了解体爆炸，飞机上的21个人全部遇难。最开始英国的民航局觉得飞机解体爆炸可能是因为引擎故障或者是机舱失火导致的，于是他们对飞机引擎进行了多项改良，还加上了防火系统。但是这些操作都没用，飞机还是发生了事故。据统计彗星号飞机从1949年首飞以来，一共发生了25起事故，其中包括13起坠机事故，一共造成了492人死亡。这一连串的事故终于让英国的民航局意识到，可能是这款彗星型客机的设计有问题。后来经过了1年多的调查研究，发现彗星号飞机的设计有大问题。首先，机身的蒙皮，也就是外壳的厚度太薄了。其次，飞机长期在高空高速的环境下，压力就会集中到方形窗户的直角的地方，窗户没有办法承受高空的压力，所以就会产生裂缝，最终导致飞机解体。后来经过反复的测试，就有了我们现代飞机用的这种椭圆形窗户。除了窗户的形状，靠窗坐过的人应该知道，如果你用手去敲这个窗户，你会觉得这个窗户的质量也不是特别好，好像还没有家里的窗户质量好，有一股塑料的感觉。而且上面怎么还有个小洞呢？这能安全吗？其实现在飞机的窗户一般都是3层结构的，最外层的这层玻璃最厚，大概有1厘米厚，是直接跟外界接触承担压力的。然后中间这层玻璃大概有4毫米厚，如果最外层的玻璃坏了的话，那中间这层玻璃还可以短时间的承受压力，就像汽车的备胎一样。最里面这层叫防刮板，我们上飞机之后能碰到的就是这层防刮板。这层防刮板非常薄，只有 0.6毫米厚，主要是怕乘客弄脏刮坏了中间这层玻璃。然后防刮板上面这个小孔主要是用来平衡气压的。飞机在高空飞行的时候，机舱内外的压力差很大，机舱内的压力要高很多。这个排气孔的作用就是让舱内的压力跟舱外的压力保持一致，让外层玻璃和中层玻璃去承受压力，而内层的这个防刮板不受压力影响。而且飞机窗户的玻璃并不是我们平常见到的普通玻璃，而是一种有机玻璃。这种有机玻璃比普通玻璃要更轻、更透明、更有韧性。不只是飞机上，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有机玻璃还被做成了潜水艇和战斗机的挡风玻璃，用途非常广。我们在高空的时候可能也会面临缺氧，如果飞机客舱一旦失压的话，这个氧气面罩就会掉下来。这个时候大家不要慌，我们只要轻轻一拉，这里面就会有氧气流出来了。然后大家把它带到，好，然后大家把它带到自己的头上进行吸氧就可以了。不过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没用过这个东西我也是第一次用，不是很舒服。但是为紧急时刻还管它什么舒不舒服呢？它能给我们供氧就可以了。那它的氧气是哪儿来的呢？其实现在大多数飞机的氧气面罩用的并不是氧气瓶，
而是化学氧气发生器。这个面罩后端会连到一个化学氧气发生器，我们这一拉，它里面的化学物质就会反应产生氧气，大概可以给我们提供20分钟左右的氧气。这段时间就足够飞行员把飞机降到安全高度以下了。但如果是高原航线，飞机上还会额外配备上氧气瓶，这样的话供氧时间就更长了。飞机上有几个座位是比较特殊的，就是靠近紧急出口的座位。一般机组人员都会告诉坐在这的人，没有特殊情况千万不要去开这个门，因为这个门连着逃生滑梯，这个滑梯一旦被打开，想再把它折起来就很麻烦了。不是说它不好折，而是它作为一个逃生工具，必须要保证完整没有损坏，要送去专门的修理车间检查。这样的话就必然会导致航班延误，你还要支付维修成本，这个维修成本是很高的。如果没有损坏的话，维修成本也要几万块，如果坏了的话，那这个维修成本会直接翻倍。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因为好奇付出这么大代价。还有，如果遇到需要跳滑梯的情况，请大家一定记住3点：一，我们跳的时候一定要往前蹦，要往滑梯上跳，千万不能原地起跳，因为你原地起跳的话，很可能会坐到门槛上，导致尾椎骨折。2，滑下去的时候，双腿和双臂要向前伸直，你不能盘腿下去，这不行。双臂要么伸直，要么交叉放在胸前也可以。3，滑到底之后要马上走开，不能站在那儿磨磨蹭蹭的。一是耽误其他人逃生，二是你站在那儿，后面下来的人可能会伤到你。逃生滑梯其实主要是针对陆地迫降使用的，但有时候也会用在水上迫降。如果用在水上迫降的话，其实只用它还不够，还需要另外一样东西，就是救生衣。飞机上的救生衣一般都是在我们的座椅下面，如果需要用到它的话，大家就从下面把它拿出来穿好就好了。最重要的是这里面有2个充气的阀门，不过大家在客舱里千万不要充气，要等离开客舱之前把它充好气。就比方说我们刚才跳滑梯的时候，在跳之前把它充好气，保证我们落水之后，这个救生衣里面是有气的。如果气不够的话呢，这旁边还有2个手动的这个吹气阀门啊，我们可以用嘴往里吹气。当然，如果充气太满的话，这里也可以放气。这些救生设备虽说我们不一定会用到，我也希望大家永远别用到。但是人生无常，保不齐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学会这些技能绝对是百利无一害的。还有，大家一定要听话，任何可能影响飞机的行为，大家千万别干。我们谁都不希望遇到危险，但如果危险是我们人为引起的，那就太可惜了。最后祝大家今后的出行都能一路平安。